就因为昨日我没有参加你的吉禧礼，你便这样刁难她。她不过一个弱智女子，因昨日之事心感愧疚，特地来道歉。没想到宋昭，你居然这般咄咄逼人！耽误宣旨的人是我，有什么不满你冲着我来便是。莫不是因为昨日让你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，你觉得丢脸，所以才对素娘怀恨在心？你我的婚约，两家心知肚明，你何必在这惺惺作状？素娘漂泊无依，本是命苦之人，我已经决定纳她入门，给她一个容身之所。日后你我成婚，你不要再欺辱她了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殿下，我女儿从未与你有过婚约，一无父母之命，二无媒妁之言，何来的心知肚明？今日你带着一个青楼女子上门羞辱我女儿，是欺负我们宋家没人吗？大人，你不要再为了素娘和丞相夫人起争执了。若是让皇上知道责罚你怎么办？素娘可以不要名分，素娘什么都不要，只求大人一丝垂怜便心满意足了。素素姑娘与谢彦州这般两情相悦，情深似海，关起来门过自己的日子便是，为何要找到我宋府门前，跪在这里闹事？宋昭，我不过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素娘这般低三下四求你，难道你还不满意吗？你还想怎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一个清白的女儿家，大人空口白牙便上门来欺辱臣女。难道你是首府便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如此羞辱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娘，女儿下辈子再来报你和爹爹的养育之恩。不要啊，小姐！明明是他们咄咄逼人上门闹事，还要逼死我们小姐，我可怜的小姐啊！还请大家给我们评评理。快来人啊，叫大夫！小姐晕死过去了。大人简直欺人太甚！臣妇好歹是朝廷封的一品诰命夫人，我这就递牌子进宫。陛下若不做主，我便撞死在金轮殿上。来人，把小姐送回房。是。小姐，谢彦州和一个青楼女上咱们府闹事，还将您气得撞柱自尽这事儿，这才几炷香的功夫，就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了。让他们传到皇宫里，让那位听到才好。是谢夫人身边的嬷嬷来了。他动作倒快。宋小姐，夫人听说您受了惊，特意送这些补品。夫人嘱咐让您好生养着身子。夫人还说了，小姐您是世家千金，闺门之秀，自该有那贵女的气度。这往后啊，做人要有容人之量，莫要为了些小事伤了两家和气。夫人嘱咐，明日还请小姐一同入宫见贤妃娘娘。容人之量，要我和一个青楼女子共侍一夫，我看谢夫人脑子怕不是坏掉了。不就是她曾经救过贤妃，如今还拿贤妃压我，还真当我们宋府没人了。扶我起来，我们去找父亲。荒唐！谢彦州惹出这种乱子，我们全家都在等他给丞相府一个交代，可没想到他没到，他的红颜知己先到了，这是存心要羞辱我宋家。明天还要昭儿进宫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明日进宫，我请旨嫁给陛下。还不赶紧给昭儿道歉！还请姐姐原谅我的不是，素娘给姐姐赔礼了，请姐姐喝了这杯茶吧。臣女当不得素素姑娘一声姐姐，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女儿，家中并无其他姐妹。而且素素姑娘总来我面前赔罪，到底为了何事道歉，还是要有个说法才是。没想到你宋昭号称京城贵女，名门闺秀，也是这般工于心计的人。为了一点小事，几次三番的刁难人，素娘这般卑微，跪地与你敬茶。母亲我与贤妃娘都在场，你都敢如此嚣张？若等你嫁进首府，素娘还不知要被你折磨成什么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昭儿，快传太医！混账！你竟敢为一个青楼女烫伤丞相嫡女，还是在本宫宫中，这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快来人，拿冰块来！太医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母亲，不是你说要找贤妃娘娘给我撑腰，还说要为难一下宋昭，让她知道首府府不是那么好进的吗？你给我闭嘴！皇上驾到！听说今日老师的妻女都进了宫，正好咱们一起吃顿家宴。昭儿，昭儿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怎么烫成这样？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贤妃，为何丞相的千金在你宫中受了这么重的伤？臣女宋昭拜见陛下。昭儿，
你且说清楚。方才首府大人恼怒臣女不接素素姑娘的茶，便将茶盏丢在了我脚下，臣女这才被茶水溅到，烫伤了手。首府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不碍事。这，从小到大，昭儿连油皮都没破过，怎么伤成这样？若留疤可怎么得了？若小女做错了事，您大可告诉微臣，让我这个做父亲的来教训她。您何必对一个弱女子动手呢？却首府为了一介青楼女，这样为难我的女儿，实在是寒的心。燕州，你身为首府，居然为了一个青楼女做出这样的事，实在是让朕失望之极。你看看你，哪里有一点首府的模样？哪有你爹半分的样子？也是臣父没教好燕子。首府毕竟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以后结婚了，想必就好了。是，日后臣一定会好好对昭儿。昭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日后一定洗心革面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就是心软。素女她身世可怜，我不过是怜惜她几分罢了。陛下，首府大人与素素姑娘两情相悦，三番两次为了她与我生怨。原本您赐下这门婚事，是为了结两性之好，如今却闹到这番境地，臣女斗胆请求陛下收回旨意。昭儿不愿嫁入首府府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丞相大人，当初说好了，昭昭急逼之日就是定亲成婚之日，虽未明旨，却也是皇上口谕，均无戏言。宋家难道是要抗旨不成？昭儿请旨，愿进宫侍奉，请陛下恩准。大胆！你一介臣女，你居然敢痴心妄想入宫侍奉皇上，你简直是疯了！宋昭，本宫原以为你只是个清高的才女，没成想你这心眼竟大到了没边。你是什么身份？在这大殿之上，当着你未来的夫婿，竟敢说出这种没脸没皮的话？你把皇室尊严置于何地？把本宫置于何地？天哪，这宋小姐莫非是被套糊涂了？这下可有热闹看了。宋昭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简直荒唐！你还要不要脸面了？大人请自重，宫中并未有明旨赐婚，我宋氏女入宫有何不可？天子英明神武，昭儿想要嫁给心目中的英雄，又有何不可？难道仰慕陛下也是一种错吗？你想得美！你是什么身份？不过是仗着几分姿色和家世就胆敢肖想陛下？这后宫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你能随便指手画脚要进来的？陛下钱纲独断，岂能容你这般胡闹？皇上，臣妾倒认为丞相之女入宫未尝不可。舒贵嫔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如今后宫嫔妃少之又少，这么些年，陛下为了勤政，一直不肯大规模选秀，导致宫中子嗣也单薄。而宋氏女兰心蕙质，自幼便遵循规格之训，从前太后在世时也曾多次称赞，说她是京中明珠。再者，宋小姐是丞相的老来女，丞相曾是帝师，算起来，宋小姐与您才是同辈人。她家世清白，知根知底，比起那些来路不明的人，正是入宫为妃的合适人选。娘，事到如今，宋家已经骑虎难下，没退路了。姓谢的那家伙并非良人，我绝不能让宋家和他绑在一条船上。他那样的蠢货，迟早要牵连全族。与其等死，不如搏一把。入了宫，才是宋家的保命符。如今宫中后位空悬，子嗣稀少，朝臣们早就为此议论纷纷。若宋氏女入宫为妃，充实后宫，也可以堵住那些老臣的嘴。陛下，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事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，这成何体统？谢宋两家的婚事若是断了，朝廷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臣女仰慕陛下已久，心之所向，九死不悔。求陛下恩准臣女入宫侍奉。果然是老师的女儿，井口秀心，敢作敢为。既然你有一番赤诚之心，朕也不能薄待了你。传朕旨意，封宋昭为贵妃，择吉日进宫。这一下后宫要变天了，一个丞相嫡女进宫就是贵妃，连贤妃都得矮她一头。贵妃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这玉容膏是进贡的珍品，一共就这2瓶，全都给您拿来了，涂在伤口上，保准一点疤痕都不留。2瓶玉容膏全给了他，谁能想到呢？基地里那天还是笑柄，这一转呢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一进宫就是贵妃，本宫熬了这么多年，也不过是个妃位。皇上，臣妾不服！你还有脸说？丞相嫡女在你宫里被伤成这样，朕不降你的位分就不错了，你还敢要封赏？陛下，昭昭与燕州有婚事在先，这若是嫁给陛下，岂不是……如果不是因为谢承府当年救过朕，朕这些年也不会对你们谢家宽容到这个程度，甚至把谢彦州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栽培。可你们是怎么对朕的？陛下，
那宋昭根本就是个爱慕虚荣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她就是因为我纳了素娘才故意刁难，甚至在这痴缠皇上。这种女人进宫定会祸乱后宫。闭嘴！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！我不过是想素娘为妾室而已。无论谁当首辅夫人，若连一个侍妾都容不下，怎么配做首辅府之主？混账！你糊涂啊！这个贱人闹到丞相府前，早就议论纷纷了，你还护着她？有她在，谁愿意嫁给你？你给我滚！宋昭是定国公的外孙女，又是丞相老来才得的女儿，自小娇养万分。你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当众打宋家的脸，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？陛下，臣只是肆意妄为，还要朕给你收拾烂摊子！你给我滚！回去闭门反省，什么时候反省清楚了再出来。恭送陛下。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惹恼了陛下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马上将她送出首府府。贤妃大人，本宫会再为你择一个高门贵女，这样才对你有益。你给我记清楚了，你是我景儿未来的助力，你不能出错。大人，素娘不想离开你，我不会再惹事的。我真的只是想给宋小姐道歉，让她别生气。谁知她居然如此行事，求大人不要赶走素娘。除了大人，素娘无人可依啊！大人。听说了吗？今儿个贤妃娘娘赏花宴，原本首辅大人还在禁足呢，可今早力陈了自己的罪过，陛下这才松了口，把她放了出来。可不是吗？到底还是听了贤妃娘娘的话，收敛了性子。不过你看那宋大小姐手伤还没好呢，要不是贤妃娘娘专门派了贴身女官去请，她今儿个压根就不会进宫。这还没过吉日就进宫了，如今只能坐在这瞧着。咱们呀，少说两句，指不定人家心里正盘算着什么。哟，宋小姐好兴致，不是马上就要进宫做贵妃了吗？便这般急不可耐，没等到吉日便上杆子过来了。姑娘慎言，宋小姐是陛下亲封的贵妃，名分已定。你不过就首辅府一个小小的侍妾，见了贵人不行礼，还敢出言不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奴婢罢了。我可是首辅大人心尖上的人，你敢骂我？来人，给我掌他的嘴！我是陛下身边的女官，自有品阶。你敢动我？我为何不敢？不过一个奴婢也敢在我面前要强。我告诉你，我是首辅大人的侍妾，你一个奴婢见我不行礼，我就要罚你。来人，掌嘴。我打你又如何？王嬷嬷是陛下身边服侍的人，连陛下都不曾打过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大言不惭说要责罚他！既然你口口声声尊卑有别，那你见到我不行礼，拖出去，继续掌他的嘴。你们在闹什么？大人，宋昭打我，他底下的嬷嬷对我不敬，我不过教训一个奴婢罢了，他便叫人打我，如此放肆，还未进宫便这样，等进了宫，素娘哪里还有活路啊？大人，是吗？什么奴婢这般放肆，连本殿的人也敢不敬？首辅大人，他一介首辅侍妾，在贵妃面前不敬，冒犯宫规，没有脱去慎刑司，都已经是贵妃仁慈了，还不快给嬷嬷赔不是？有血，地上有血！大人，我的月事已有1月没来了，难不成是有了身孕？有身孕了，快叫太医，快叫太医！不要为我和孩子做主啊！宋昭居然要打杀我和腹中儿女，他这是要谋害臣子之子啊！来人，将宋昭拿下！师傅大人，要不还是让太医先诊一诊脉吧，毕竟她可是圣上亲封的贵妃啊，不过一个妃子而已。
难不成陛下为了一个女人，连我和我爹的情谊都不要了吗？我看谁敢动我！大人，还请三思，不如先让太医诊治要紧。皇上万安！你可还好？无妨，只是快请太医来看一看，免得首府大人担心素素姑娘。昭儿虽未进宫，却也已经受了册封。你身为首府大人，对长辈动手，谢衍州，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参见贵妃娘娘，参见首府大人。太医先给素素姑娘诊一下脉，她说她有了身孕，刚才还见了红，可马虎不得。这要是真怀了子嗣，那今天这大人可就……不好说，你看那素娘的样子，不像是假的。这启奏皇上，不知是哪位太医诊的喜脉？这位姑娘只是来了月事，未曾有过身孕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没有身孕？明明1个月不可能，对，是你在胡说八道！陛下，素素姑娘如今也算是首府的侍妾，她既不好，便让贤妃带回去好生管教，何必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子，坏了您与首府大人的君臣之情呢？来人，把她带到首府府中，让她好好管教，教不好便不用出来了。首府大人德行有失，以下犯上，居然对贵妃动手，禁足首府府无朕的诏令，不得外出。臣领旨。原想给你一个尊贵的位分，却为你惹来事端，倒是朕的不是。既然如此，朕赏你一个会武的女官，平日也好护你周全。任何人要伤你，她都能护你毫发无损。有陛下护着，臣妾不怕别人害我。既如此，便叫人再择吉日，在下月中秋节前便进宫吧。传朕旨意，交房殿空置已久，贵妃入宫后便入主交房殿吧。皇上，入主交房殿，那可是……怎么，朕的话听不清楚？老奴不敢，老奴领旨。贵妃娘娘万福。娘娘，交房殿是离皇上寝宫最近的住所，从前那是中宫皇后所居。自打皇上登基不足正月，先皇后为刺客所害后，那里便一直锁着。如今皇上竟为您开了例，先皇后之后再无交招府主，今日这所终于是要开了。听说了吗？圣旨传遍6宫了，交房殿，皇上竟然许了宋昭交房殿，那可是中宫皇后的待遇。咱们入宫多年，连那殿门都没摸着过，她一个还没踏进宫门的丫头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她是丞相独女，定国公的外孙女，还未入宫就占尽了圣宠。你们谁想去给她脸色看，尽管去。本宫可不是说的是，她母家势力那么大，又得了皇上。再者说了，说不定啊，她这把火能烧一烧贤妃的威风。交房殿，她凭什么？娘娘饶命，素娘知错了。容妃，皇上最喜欢的人本该是我，给我打，每人早晚各一次。起轿！皇上有旨，以半道皇后一丈迎贵妃娘娘入宫。这要是前所未有的入宫，便是贵不可言了。爹娘，女儿去了。贤妃谢衍州，这1个月素娘受的苦只是开端，我的交房殿才刚刚开始。从昨日入宫起，朕就看你一直在看着殿内的红绸，怎么还不习惯这贵妃的身份？陛下说笑了，臣妾只是在想，这红绸的成色极好，比外头几笔礼上的彩布要厚重许多。这交房殿就是你的家。臣妾多谢陛下，只是谢衍州，朕给了他禁足的时间去反省，若他还是那副糊涂样，这首辅之位也不必做了。明日早课后，朕让他带着群臣来给你请安，你要受他的礼，还得受得住。
臣妾定会做得稳如泰山。大人，夜深了，喝口热粥暖暖身子吧。您这几日总是不吃不喝，谁让你进来的？瞧着心里滚出去！大人，您是在怪素娘吗？若不是因为素娘，您也不会和宋小姐闹翻。可素娘没想过她会入宫。自甘！你以为她是像你一样依附男人的浮萍？她入宫不是为了赌气，她是想让本首府看着她能站到比本首府更高的地方。大人，您心里还是有她的，对不对？那素娘算什么？你算什么？你算本首府眼下心忙的证据。大人，贤妃娘娘传信，让您明日务必谨言慎行，万不可在交房面前失了体面，否则太子那边的局势会有变。宋昭，我倒要看看你受不受得起我这一拜。娘娘，首府大人领着百官已到神武门了，您今日这个气势，真是像极了先皇后。嬷嬷，先皇后是温婉，本宫要的是肃穆。今日这场请安可不是为了叙旧，是让那些还在观望的世家看清楚，这宫里是谁在掌权。老奴明白，只是首府大人那性子，怕是会给您使绊子。他现在最缺的就是自知之明，本宫会帮他想起来的。谢兄，看清楚了，那可是父皇新宠的皇贵妃。待会儿你若失了态，我母妃也保不住你。记住，不必你是臣。百官入朝，朝贺皇贵妃娘娘千岁！跪！首府大人，是本宫的结衣太红晃了你的眼，还是大人的膝盖生了锈，跪不下去了？臣谢彦州身为百官之首，有辅政之责。娘娘初入宫闱，尚未有子嗣诞育，按祖宗规矩，臣只需行躬身礼。贵妃娘娘是否有些越矩了？祖宗规矩，首府大人，那你可记得大圣律例第1条？见君如见天，见妃如见恩。陛下亲赐本宫交房殿，与我半副皇后帐。陛下曾言，见本宫如见其本人。谢大人，你这是在抗旨吗？娘娘恕罪，首府大人断无此意。谢大人，本宫入宫第1日，你便要给本宫一个下马威，还是你觉得你还是那个可以随意让本宫等待的首府，而本宫还是那个任你践踏的宋昭？臣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就跪下。臣谢彦州拜见皇贵妃娘娘，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大人平身吧，这宫里的地砖凉，大人跪久了，怕是会忘了回家的路。本宫今日高兴，赐茶，就赐给首府大人，在这儿喝。谢大人，这茶是本宫亲自调的，尝尝。宋昭，这里没别人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入宫为妃，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，只为了羞辱我吗？毁了我昭，你太自大了。在丞相府，我只能看到你这个虚伪的影子；在这皇宫，我看到的是整个天下。至于羞辱你，你觉得现在的你配让本宫花心思去羞辱吗？你敢说你心里没我？若是没我，你那日为何要撞柱？为何要在陛下宴上提及你我的婚约？住口！提婚约是为了让陛下看清你谢彦州的无耻，撞柱是为了洗清你带给宋家的羞辱。谢彦州，本宫现在的夫君是万民之主，而你只是他养的一条狗。听话的时候给你块肉，不听话的时候，这骨头本宫亲手给你敲碎。你竟变得如此嗜聊狠毒！狠毒？谢大人忘了，那日急逼里，本宫在雨中等了你3个时辰。你抱着素昭进府时，可曾想过狠毒2字？你为了他泼了本宫一身滚烫的茶水时，可曾想过情分？这茶凉了，谢大人，帮本宫换一杯。好，微臣谨遵娘娘教诲。谢彦州，这才刚刚开始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引以为傲的权势如何一点点崩塌。
皇贵妃娘娘进烹大典，众妃朝拜。皇贵妃娘娘千岁。众姐妹平身吧，本宫初设6宫事，往后这后宫的规矩还得靠诸位共同维系。贤妃姐姐，你说贵妃娘娘说的是，只是这父后之位贵重，若是操劳过度伤了身子，陛下，臣妾身为太子的生母，自当为娘娘分忧。贤妃既然知道昭儿贵重，便该安分守己。朕看你近日公务处理的疏漏颇多，往后这协理6宫之权便私塾交给昭儿吧，你就安心在宫里照看太子便是。陛下，臣妾父后多年，姐姐误会陛下了。陛下是提许你年系渐长，该享清福了。来人，将陛下赏赐的东海明珠给贤妃姐姐送去压压惊。那珠子又圆又白，最能照清人心了。皇贵妃，她竟然成为皇贵妃！燕州，你看看你招惹的好亲事，若是让她坐稳了位子，生下皇子，你的首辅之位和你表哥的储君梦全都要碎了。皇贵妃，她当真接了那副后的侧袍？哼，谢兄，你还在想什么？他在大殿上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连母妃都不放在眼里。他这是要在后宫只手遮天，再配合他那个老狐狸爹在朝堂上剪除你的羽密。大人，救救素娘吧！娘娘日日责罚我，说我是坏了谢家名声的贱人。大人的心上人明明是我，为什么宋昭入宫了还能让大家不得安宁？闭嘴！若不是你那天在首府府门前闹，他何至于此？燕州，本宫问你，谢家掌握的禁军势力还能动用多少？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怀了孩子，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姑母放心，宋昭想做皇后，也得看她有没有给谢家留活到那一天。既然她不给我们活路，便死。谢大人，请留步。皇贵妃娘娘正在交房殿午膳，不见外臣。嬷嬷，本首府是来呈交禁足期间的悔过折子，顺带谢陛下解纵之恩。这碟子案例需经皇贵妃之手转呈，为何不见？娘娘说了，谢大人的折子字迹潦草，心不诚，看了嫌眼疼。他当真这么说？娘娘还说，大人的才华既然都用在怜香惜玉上了，这朝政大事还是少操心的好。不仅如此，娘娘正准备去御花园陪陛下赏花。大人若是想跪谢，便在那石子路上候着吧。等驾辇经过，大人磕3个响头，娘娘或许能听见大人的诚意。哟，这不是谢大人吗？怎么这大太阳底下的跪在这儿晒着？微臣谢彦州，谢陛下解禁之恩。微臣祝贺皇贵妃娘娘晋封之喜。起来吧。谢卿，朕听说你禁足期间还时常念叨着素娘，朕看你这首辅当的也太闲了些。昭儿，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谢大人是性情之人，不过臣妾倒是听说谢家近日在京郊调兵频繁，莫不是谢大人想在那儿盖了个宅子，好把洪秀昭的姑娘们都接去安置？陛下明鉴，臣绝无此举，定是有人造谣。是造谣还是谋划，朕自会查清。谢卿，你若是太闲，朕便给你寻个伴，帮你管管家。朕看大长公子的外孙女柳倩因正值待嫁，最是端庄刚烈，配你这深情的首辅，正合适。陛下，臣心中已有素娘，万万不敢耽误柳小姐。大人此言差矣，侍妾是侍妾，正妻是正妻，本宫觉得这门亲事极好。陛下，您说是吗？准，即刻拟旨赐婚。大人，您不能娶她，柳倩一进门定会打死我的。您说过要护我一辈子的。够了，这是皇命，是宋昭那个毒妇在吹枕边风，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。大人，大长公主府来人了，说是柳小姐送来了新婚礼。谢大人，我家小姐说了，首府府规矩松散，连青楼女子都能登堂入室，这传出去坏了皇家的名声。这些东西是给那些不长眼的奴婢准备的，大人若是心疼，也可以亲自受着。娘娘，首府府那边闹得翻天覆地，谢彦州为了拒婚，在偏殿跪了1个时辰，最后被大长公主亲自进宫扇了一记耳光才消停。她那是自找的。谢彦州想其人之美，我就让他后院起火，烧得他永无幸日。可奴婢担心，逼急了狗也会跳墙。贤妃那边最近频繁和太子密谋，禁军那边似乎不太让他跳，他不跳，陛下怎么名正言顺地收回兵权？你以为柳倩依是终点？不，那是你谢氏灭族的起点。
夫妻对拜。谢彦周，你最好跪得端正点。你怀里那块宋昭的玉佩，我已经让人搜出来烧了。今天你要是让我丢脸，明天我就让那个姓素的去喂狗。对拜。皇贵妃好手段，让柳倩一进首府府，不仅废了燕州的斗志，还让大长公主倒向了你那一边。看来这后宫以后真的是娘娘的天下了。刘景，尝尝，这荔枝虽然甜，但壳硬得很。想吃到肉，得先把那层扎手的皮剥干净。你说对吗？对。贤妃姐姐也别闲着，听说太子最近在看兵书，谢大人虽然忙着婚事，但也没少给太子指点吧？只是不知这指点的是安邦帝国，还是谋财害命？起风了，本宫累了。贤妃姐姐，管好你的儿子。若是因为谢彦周而丢了太子之位，那才是真的悔不当初。柳千音，你适可而止。这是我的书房，不是你的后花园。把那些信还给我。谢彦周，你还没醒呢。这些东西是催命符。你现在是我的丈夫，大长公主府的姑爷。你私藏皇贵妃的旧信，是想让谢家九族都去陪葬吗？凭我姓柳，凭你现在离了我们大长公主府的扶持，连这首府的位置都坐不稳。收起你那副深情款款的恶心样。你若是真有种，当初就别答应联姻啊！既然当了缩头乌龟，就给我缩到底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本夫人才进门几天，这府里的狐狸精就敢给我摆脸色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在书房闭门思过。至于这个贱人，她既然喜欢怜香惜玉，我就让她去马厩刷马，刷不完不许吃饭。你敢护她一下，我就往你脸上扇一巴掌。谢大人，你大可以试试。好，柳倩音，你有种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在本夫人的字典里，只有痛快。来人，把书房锁了，没我的命令，首府大人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大人，你带我走吧，苏娘快要被打死了。忍一忍，再忍一忍，这都是宋昭害的。他想看我生不如死，我就要让他知道这后宫的位子他做不成。大人，你要做什么？贤妃娘娘已经传信了，太子那边准备好了。宋昭那贱人若是有孕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既然他想玩狠的，我就让他在这皇宫里尸骨无存。本宫听说首府大人近来在府中很是听话，连书房的门都不出了。看来谢夫人管教有方啊，全靠娘娘指点。男人这种东西就是贱骨头，3天不打皮就发痒。哼，尤其是谢彦周这种心猿意马的，不把他那点念想卡死，他总觉得自己还能翻了天。这是陛下赏赐的蚕丝金鞭，韧性极好。本宫觉得只有夫人这样的巾帼英雄才配得上他。谢大人若是再敢提起不该提的人，夫人尽管待本宫教训。不仅是谢彦周，夫人，你要记住，你现在代表的是大长公主府和本宫的脸面。只要谢彦周不废，你就是全京城最尊贵的夫人。娘娘放心，我柳千音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他谢彦周敢动歪心思，我就让他变太监。首府大人，夫人说了，您要是敢乱跑，就让我们帮您修修腿。您这是想往哪儿去啊？混账！我是朝廷一品大员，你们敢对我动手？朝廷大员管不着我们刘府的家法。夫人说了，大人自己得了风疾，得抬回去治治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皇贵妃娘娘这是华脉，已有1月余的身孕，且脉象强劲，大有龙凤呈祥之兆啊！好极了！朕登基多年，子嗣淡薄，昭儿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陛下，传朕旨意，交房殿上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。若皇贵妃诞下皇子，朕即刻立其为储君，大赦天下。陛下，太子还在呢，如此说，怕是会有损国本啊。国本，朕的嫡子便是国本。太子庸落，若是昭儿的孩子降世，自然是更有能者居之。贤妃，你应该为朕高兴才是。
怀孕了，居然怀了那个男人的，还要立为储君。谢兄，父皇这是疯了！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子，他竟然为了那个女人的一肚子肉就要废了我！我们不能再等了！再等我们就都要人头落地了。禁军那边你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宋昭这个贱人，绝对不能让他活到分娩那天。一切就绪。姑母放心，我已经在柳千一眼皮子底下安插了死士。既然宋昭不仁，就别怪我血染皇宫。我要让他和那个孽种一起去见阎王。昭儿啊，这可是本宫特意让人从老家带来的万年参熬的安胎汤，你现在贵重，可得好好补补，千万别出了差错。多谢姐姐挂心，姐姐对臣妾真是比亲姐妹还亲。王嬷嬷，先收下吧，本宫刚用了午膳，待会儿再喝。这汤得趁热喝才有效。娘娘不会是嫌弃本宫的东西粗鄙吧？怎么会呢？只是本宫最近肠胃弱，我看太子今日也进宫给姐姐请安了吧？这参汤如此名贵，不如分出一半赏给太子喝。他也正是需要进补的年纪，这是专门给孕妇用的，阿锦喝了怕是不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难道这汤里有什么太子喝不得，唯独本宫喝得的东西？娘娘说笑了，既然娘娘现在不想喝，那臣妾就先告退了。阿锦，你怎么了？母妃，刚才内侍送来一碗参汤，说是娘娘赏的，儿臣喝了以后就肚子疼得厉害。宋昭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然把药调包了！他这是在警告我们。姑母，宋昭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宋昭了，他的心比这深宫里的冰还要冷。咱们派去的人恐怕早就被他发现了。我的儿啊，宋昭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既然文斗不行，那就只能武曲了。传令下去，让咱们的人开始渗透禁军。等到中秋家宴，我要让这皇宫换个主人。昭儿，你受惊了。朕万万没想到娴妃那个毒妇竟敢在玩这种偷梁换屋的把戏。陛下，臣妾不打紧，只是可怜了太子。他原本是想替母妃尽孝，替臣妾试汤，谁曾想那汤里竟然……臣妾后怕，若是那碗汤真让臣妾喝了，怕是不敢想象。太子也是个糊涂蛋，朕看他是被娴妃教坏了，连什么是忠孝仁义都分不清。他喝了那汤，那是天意，是老天爷在惩罚那个恶毒的女人。娴妃姐姐想必太子的前程，这才……这公务若是再交姐姐操持，臣妾这心里……传朕旨意，娴妃德行有失，闭门思过100日，非朕亲命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至于太子，病好之后即刻搬出皇宫，却将那些宵小之辈惊扰圣驾。这宫里朕只信你，昭儿，你且安心养胎，谁敢动你，朕要他的9族赔罪。宋昭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了我的儿子，还夺了我的权！陛下既然如此狠心，他竟然连看都不来看阿锦一面！哭能把权位哭回来吗？现在宋昭怀着龙胎，宋丞相在朝堂上手握重兵，连陛下都成了他的傀儡。咱们再不反击，谢家就真的要完了。救我！谢兄，父皇要赶我去宗人府，我不去，那里是关废人的地方。你要救我，去，一定要去！不仅要去，还要装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。你那儿不是还有先皇留下的神机营密信吗？拿出来！既然这后宫已经没我们的立足之地，那我们就从宫外杀回来。既然他不审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阿锦，你审一审，等咱们大事告成，宋昭那个贱人给我等着！首辅大人，前方是皇贵妃娘娘的寝宫区域，外臣止步。这是陛下的亲口谕令，大人想抗旨吗？混账！我是朝廷一品首辅，我有要事要当面禀报娘娘。你一个区区女官，竟敢拦我！大人的身份在朝堂好使，在交房殿不好使。娘娘说了，她现在看见大人的脸，就觉得腹中不适。为了龙胎温稳，请大人滚出她的视线。大人若再前进一步，奴婢的奸可不长眼。宋昭，他当真这么绝？他竟然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。大人，请自重。您当初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抛弃娘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日的绝？现在的您，在娘娘眼里，连路边的尘土都不如。滚！
大人，您真的决定了吗？若是失败了，我们可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失败？我有贤妃的密令，有太子的名义，还有谢家潜伏在禁军里的3000死士。宋昭以为生个孩子就能坐稳江山，他太天真了。大人，只要宋娘能跟着大人，哪怕是死，宋娘也认了。只是那个柳倩依，她若是知道了，定会去告发的。那个疯女，她现在只顾着跟我闹。等到中秋之夜，我会先送她上路，然后再带兵入宫。我要让宋昭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放过她的孩子。那一幕，我做梦都想见到。今日是百花宴，也是朕的大喜事。皇贵妃腹中皇子康健，太医说此子有真龙之气。朕今日便许下诺言，待皇子降生之日，便是立储之时。陛下，立储乃国之大事，如今太子虽有错，但也未曾废除。如此决定，恐令朝臣寒心。可本宫记得，太子中毒时，大人可没少在背后说贤妃姐姐管教无方。怎么，如今大人又成了太子的忠臣？首辅大人一片忠心，真是令人感动呢。娘娘教训的是，我家大人这就是念旧，他念着太子，念着那个素娘，止不顿还念着以前的某些旧情呢。闭嘴！谢清，你在朕的面前如此失礼，看来柳氏管的还不够。既然你觉得立储不妥，那朕便先废了太子的太子位。没出息的东西！你看看你刚才那个样子，全京城的笑话都要让你丢尽了。你要是再敢因为宋昭跟陛下顶嘴，我就让你那个素娘死得不明不白。柳倩依，你觉得你还能嚣张多久？大长公主已经老了，这天下快要变了。怎么变？就凭你这个被架空的空头首辅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就得死在我手里。夫人，这是大人亲自叮嘱奴婢给您熬的，说是您最近为了府内操劳，特意寻来的血燕，给您补补身子。他会有这份心，怕不是在里面下了毒，想毒死我好扶你上位吧？奴婢不敢，大人说他已经知错了，往后定会和夫人一心一意。这汤奴婢已经试过了，断无差错。试过了，好，本夫人就信他这一回。不过你记住，你这种货色，永远只配在本夫人脚下舔土。药里有毒！你这个畜生，你真的敢毒我？药那是素娘亲手喂给你的。夫人，你不是喜欢管教人吗？这药就是你管教出的成果。这是从红袖巴黎买来的断肠红，无药可救。你疯了！大长公主不会放过你。等他知道的时候，我也已经入主皇宫了。柳倩依，你太碍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素娘会去给你陪葬的。素娘，你做得很出色。大人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夫人会中毒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但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。大长公主的孙女死在我的府上，我得有个交代。素娘，你愿意为了我，最后再帮我一个忙吗？大人，你要我死？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撇清关系，才能带着谢家军，打着清君侧、杀妖妃的名号冲进皇宫。素娘，你放心，我会追封你为贵妾，这是你一辈子的梦想，不是吗？我的倩儿，我的心肝啊！前几日进宫前还好好的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妾臣，你还我倩儿的命来！微臣护妻不力，谁能想到那个贱妾素娘竟因为嫉恨倩儿，竟在燕窝里下了毒药。微臣发现时已经晚了。素娘，那个青楼贱种，他在哪儿？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人已经拿下了，锁在柴房。微臣不敢私自处断，正等着外祖母发落。只是外祖母，倩儿的死，与其说是死于贱婢之手，不如说是死于那宫中的算计啊！宫里那位宋昭，好啊，好一个宋家女！她不仅抢了我倩儿的姻缘，如今还要了她的命。谢延州，你实在在装可怜。若不是你宠妾灭妻，给那贱人撑腰，他敢下毒。今日我要先杀了那贱人，明日我便进宫向皇上讨个说法。好，微臣陪您去。谢延州真是长本事了，还能顺手把脏水泼到本宫身上。他这招借刀杀人，使得当真炉火纯青。娘娘，大长公主那性子是出了名短且火爆，她若是真的信了谢延州的鬼话，闹到陛下，怕是会娘娘的名声不利。况且您现在怀着龙胎，经不起冲撞。名声，本宫在入宫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要那虚伪的东西。他想借大长公主的事来反咬本宫，却忘了
大长公主最恨的是什么？奴婢遵命。去盯着首府府的柴房，速召陛下和地下长公主面前，亲口把他那位好大人的心剖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奴婢遵命。不急，让剑再飞一会儿。谢彦周以为他赢了，却不知他亲手送上门的是谢家灭门的最后一块砖。素姑娘，大长公主说了，您这身皮肉太脏，不配去见柳小姐，让您选个干净的法子，早点上路，我们就帮你一把。大人，救我！谢彦周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只要我帮你背了这名声，你就会送我出京，给我名分，你不能杀我。素娘，你听话，大长公主正在气头上，若你不死，谢家就保不住。你爱我不是吗？只要你死了，我才能名正言顺的去为你报仇，去杀了宋昭。你且先去一步，等我坐上那个位子，哪怕是为追风，你也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封后，谢彦周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你杀柳千衣是因为她爱了你的事儿，你杀我是因为我成了你的累赘，你根本不爱任何人，你只爱你的权利。宋昭没闯。随你怎么说，但今日你必须死。首府大人，贵妃娘娘有旨，此女是谋害太子妃的要犯，需送往慎刑司由陛下亲审。大人想私下灭口，莫不是心里有鬼？如烟，宋昭的手伸得够长的，总比大人心狠手辣的连枕边人都杀要强。带走。皇上，老身这辈子没求过您什么，倩儿走的冤枉啊！求皇上做主，废了那贱妾，更要彻查这后宫中是否有人指使。有人给了倩儿金鞭，却也给了那贱人胆子。皇姑母请起，朕已经令人去提审素娘了。陛下，臣妾知罪。只是臣妾方才听如烟回禀，她去带人时，谢大人正带着婆婆要将素娘赐死。臣妾不解，如此要犯，谢大人为何不等陛下发落，却要急着灭口？陛下，臣是气急攻心，想为亡妻报仇，这才乱了方寸。谢大人，这急着报仇是真，急着遮掩什么，怕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了。还没死心，还在等你的谢大人带兵来救你。我并不知，我只是了解他。也记日，在城求是他为割舍。集集礼那天，他割舍了我的名誉，我们都是用来交换权力的筹码。素娘，你甘心吗？为了这种人，背着杀人的罪名去死，而他依然是那位身清白的受人同情的首府大人。签了他，只要你指认柳倩怡的药是他给你的，本宫保你一条全尸，甚至能让你那在乡下的弟弟平安活下去。我签，我什么都说，我要让他陪我一起下地狱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慎刑司传出消息，素娘全招了，不仅招了毒杀柳氏的事儿，还提到了咱们和太子的事儿。陛下已经派了御林军，借口保护大长公主，把首府府包围了。宋昭这个贱人，他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皇帝呢？皇帝是什么反应？陛下还没发圣旨，似乎是在等中秋宴。陛下想在那天双喜临门，并立那孩子为储。大人，咱们等不到了，一旦他立后，咱们就全是逆贼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提前动手，传信给禁军里的那些人，以清君侧除妖妃为号。太子之那边，让他去宗人府劫持老王爷，逼他们联名上书。娘娘，宋丞相那边已经调集了3000死士进京，伪装成送生辰礼的商段。只要谢彦泽一动手，咱们的人就能从瓮中捉鳖。孩子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父亲在等你出生，而那个曾经想当你父亲的人，却在磨刀。谢彦周，这最后一场戏，本宫会让你唱得轰轰烈烈。回大人，这一批烟花里都掺了重火药，只要在那贱人步入祭天台时点燃，整座台子都会塌下去。到时候乱军冲入，即便是如烟也护不住他。很好，贤妃那边呢？一切妥当。贤妃娘娘已经买通了御膳房，那天晚上的酒水里会放软筋散，那些禁卫军根本提不起刀。大人，咱们这次必成。宋昭，你以为你坐稳了交房殿，那天我会让你在火光中看着你所有的骄傲化为灰烬。昭儿，中秋那天朕会给你一个惊喜，朕想把这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让你做朕名正言顺的皇后。陛下，臣妾这不求名分，只求陛下平平安安。中秋之夜若有风雷之声，陛下切惊慌，只要臣妾在，就没人能伤得了陛下分毫。风雷之声，你是说
钦天监说那天是晴天啊。陛下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臣妾只是太在意陛下了。母妃，父皇当真要立那个种为主？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他竟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儿莫急，谢晏州已经安排好了。那天晚上，只要火光一响，你就带着人冲进寝宫，到时候大局已定，你就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。好，我一定不辜负母妃和谢兄的期望。宋昭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娘娘，线报传回，谢晏州已经动用了他在神机营的所有暗桩。那一批掺了火药的烟花已经抬入了太尉池后的仓库。娘娘，那可是神武门，若是失手，叛军半个钟就能捧到交房殿。咱们调集的宋昭私兵还没入内廷，这太险了。不险，怎么能让他谢晏州觉得稳操胜券？如烟，让原本守在神武门的陈统领病倒，换上谢晏州的人。我不仅要让他进来，我还要让他在这神武门亲手写下他谢家的祭文。娘娘的意思是诱敌深入，可陛下那边，陛下比本宫更想让他反。谢家这棵大树根扎得太深，不让它自己烂透了，陛下怎么舍得拔根而起？嬷嬷，去御膳房传话，今晚中秋宴，本宫要亲自为陛下和谢整府斟一杯团圆酒，那酒一定要谢大人亲手接过才好。大人，宫里贤妃娘娘传信，软禁散已经下在了禁军的宵夜里，只要烟花一响，咱们就会在神武门里应外合。大人，这一战咱们等了10年，10年。我谢晏州勤勉半生，到头来竟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宋昭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父亲、你的依仗是如何在这皇城之下化为祭反的。大人，若是皇帝不肯写退位诏书呢？他不写，就让太子写。太子是贤妃的亲骨肉，名正言顺。至于皇帝，他年纪大了，中秋赏月突然暴毙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记住，进入交房关后，除了宋昭，不留活口。众卿，今日中秋既是家宴，也是国宴。朕的皇贵妃有孕，这是上天眷顾大朝。首辅大人，你身为百官之首，这第一杯酒，朕赏你。首辅大人，这杯酒本宫敬你，敬你这些年为国操劳，也敬你今夜能有个好收成。臣谢娘娘恩典。娘娘怀有身孕，也要多加小心。这花好月圆，往往也是风暴将至之时，娘娘可千万别受了惊。受惊？谢晏州，该受惊的人怕是在神武门外吧？阿景，记住了，火光一响你就冲进去，别管那个老头子，先杀宋昭。他是那老头的心头肉，他一死，老头就垮了一半。母妃放心，儿臣在宗人府吃的苦，今晚都要他们100倍偿还。谢晏州那老狐狸已经把神武门拿下了，今晚过后，儿臣就是这天下的主。陛下，您看那烟花，成色似乎不对劲。听君策，杀妖妃，宋氏一族蛊惑军心，阴谋未会，禁欲何在？随我诛杀妖妃！谢晏州，你竟敢当众谋反！陛下，臣这是在救大朝。宋昭这个贱人利用腹中孽种窃取国本，臣若不出手，这天下便要姓宋了。陛下，您累了，把传位诏书写给太子。臣保您做太上皇。谢晏州，你口口声声为了大朝，难道就是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在祖宗台前见血吗？宋昭，别在这装模作样！神武门已破，太子已经杀进来了，现在跪下求我，我或许能给你个全尸。宋昭，滚出来！本皇子才是嫡长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杀！冲进去赏金1两！逆贼刘景，陛下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勾结谢家祸乱后宫，今日这交房殿便是尔等的葬身之地！臭婆娘，找死！陛下，听听外面的喊声，禁卫军已经全倒下了。
您的宋丞相远在郊外，救不了。写吧。时机到了。谢彦周，你看看你的身后，那红巾军真的是你的人吗？你在干什么？造反吗？谢大人，末将等奉宋丞相密令，已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谢家家法不严，这3000死士里，有一半是我宋家的人。首辅谢彦周构陷同僚，弑其灭口，谋逆篡位，陛下有旨，格杀勿论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柳倩怡死的那天，还是更早？谢彦周，从你及避地里缺席的那天起，你就已经死在宋昭心里。现在的你不过是一个贪婪成性的权臣，自以为玩弄人心，却不知人心早已背你而去。你以为素娘真的会为了你背黑锅？你以为贤妃真的会分你半江山？拿下！贤妃废位打入冷宫，太子剥夺封号，终生禁忌。至于谢彦周，朕要让他亲眼看着昭儿的孩子如何坐上他梦寐以求的太子位。宋昭，你胜了，你胜在比我更狠。可你别忘了，这皇宫是冷血的，总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。可惜你看不到。娘娘，用力啊！你千万得挺住这口气。王嬷嬷，如烟，外面彻底静了吗？我的好娘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外面？宋相大人守着呢，谢彦周那贼子已经进了死牢，贤妃也封在冷宫了。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平平安安把小皇子生下来。不，贤妃在冷宫待不住。他那个人最擅长收买人心。如烟，去查产房里的药，还有这几个产婆。说，娘娘问你话呢，抖什么？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是贤妃娘娘，她身边的小太监给奴婢塞了红花粉，让奴婢在接生时抹在娘娘的，奴婢不敢啊！可奴婢的家人都在她手里。果然，死到临头还不消停。嬷嬷，把这个带下去，不必惊动陛下，直接处理掉。另外一个，你若想全家活命，就给本宫打起12分精神。谢彦周，你想看本宫一尸两命？本宫票着天下，从此休宋！用力，娘娘再用力！里面怎么还没动静？这都2个时辰了。要是昭儿有个3长2短，这样把这整座太医院都平了。陛下，昭儿自小性子烈，他认定的事鬼神也难挡。他既然答应了陛下要生下皇子，就绝不会食言。臣只恨没能早点杀了谢彦周，让他这些年坏了昭儿的心神。谢彦周，朕会让他活到大典那天，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众叛亲离。恭喜陛下是龙凤胎，小皇子哭声壮实，小公主生得和娘娘一模一样。昭儿，你听见了吗？是咱们的孩子，一个皇子，一个公主。你立了大功，你是大朝的功臣。陛下，快让臣妾看看，男孩像你吗？像，很像，像不仅像朕，更像你父亲宋相，那眉眼里的英气错不了。昭儿，朕刚才已经想好了，朕要封此子为首辅储君，享亲王待遇，封女儿为长乐公主。等满月那天，朕便举行封后大典，让你正位中宫。臣妾多谢陛下恩典，只是臣妾更想让这份恩典传到天牢里去，让那位曾经说臣妾不配为人妻、不配为人母的谢大人也沾沾喜庆。好，朕准了，朕这就派人去把这个喜讯一字不差的告诉谢彦收。谢大人，醒醒！贵妃娘娘，哦不，准皇后娘娘生了龙凤胎，陛下龙颜大悦，已经封了小皇子为首辅储君了。娘娘仁慈，特意让奴才给大人送几个红鸡蛋，让大人也品品这子嗣延绵的滋味。龙凤胎，
储君？不可能，那位置本该是太子的，那是我的权位。宋昭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能生下皇子？就凭你，太子，凭娘娘命格尊贵，凭娘娘是陛下的心头肉。大人，您还是多吃2个鸡蛋吧，毕竟砍头饭可就没这么丰盛。谢彦州，你身为首辅，朕待你不薄，你却勾结冷宫废妃，试图在贵妃分娩之际起兵造反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成王败寇，微臣无话可说。只是臣不明白，臣为大朝操劳10年，难道抵不过宋家1年的恩宠吗？谢彦州，你所谓的操劳，是结党营私，是残害忠良。宋娘临死前已经写下绝笔信，证明柳千因是你亲手毒杀。你为了名分，不惜杀妻杀妾，如此德行也配谈功劳？原是你没有。谢彦州革去一切职务，贬为庶人，发配淡地系男丁流放永世部的官奴。至于素娘，虽有立功表现，但下毒害人，证据确凿，追责绞刑。丹州，丹州，终究是一场空啊！昭儿，这权位的尽头是孤独，你想好了吗？爹，从谢彦州为了一个青楼女放弃宋家那天起，女儿就明白了，男人会变，情分会散，唯有这脚下的土地和手中的细汗永远不会背叛。既然要做，就要做这天下权力最大的女人。朕意已决，立皇子为储，立皇贵妃宋氏为后。谢彦州之流是为大朝之哀。今日起，谢氏一族从首辅之列除名，宋家辅政，共治太平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昭儿，谢家的势力已经彻底拔除了，朝中那些曾追随谢彦州的官员，要么贬谪，要么投诚。这天下总算是彻底姓谢，也姓宋了。爹，谢彦州虽然废了，但他那套权术咱们得留着。女儿要在这宫里建一座武库，培养属于宋家，也属于皇后自己的暗卫。如烟已经开始选拔了。陛下虽然宠你，但军心难测，你此举怕是会引起他的忌惮。父亲放心，女儿心中有数。爹，所以女儿要趁着陛下对我还有这份情，把这根基扎深。情分这东西，谢彦州没给过我，我也没指望陛下能给一辈子。唯有握在手里的刀，才是真的。昭昭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年春天，你亲手给我缝了一对护膝，说我跪得久了膝盖会疼。你那时看我的眼神好烫，怎么现在这么冷了？娘娘，儋州传来消息，谢彦州病故，临死前一直念着娘娘的小名。死便死了，死人是不必浪费本宫的情绪的。那张退婚书，随他一起化为尘土吧。本宫的人生早在入宫那天就重新写好了。如烟，你看这江山多美。